本期直播顺利完成。本期广播设定的目标点亮数为300万双耳朵，实际点亮数为295万。好，就是好，非常好，非常好，值得庆祝。下一期广播小站将开启新的尝试，主题是搭档广播，请3位真火每人搭档1位好友，进行30分钟的轮换直播。只有5个人，我这好像有个帮手要来。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本节目由搜索就用8亿人都在用的百度 APP 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更多企业海量职位在招聘。本节目由找工作就是快的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常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招商银行 APP 1亿人的财富生活。本节目由听着就美好的招商银行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3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每周5中午12点尊享 Plus 版。早，弟弟。好香啊！对啊，有那个饼。Hello。早啊，娜娜。弟弟，你听我解释，我没有穿你的衣服，这是工作人员给我的衣服。对而且只有这件厚的了，弟弟。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听我解释，我没有穿弟弟的衣服。我只是买了同款，好吓人啊！是不是？一模一样吗？颜色也一模一样吗？一样。我那个绳一开始也是这样，我觉得难受，我就自己拆自己的。我算了一下，刚好是你下单然后到货的时间。没有，不是真的。你会不会每2期你就跟弟弟的衣服重一次？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再看我跟楠楠，我们俩一来，早晨一来，我们2个很壮实。要想生活过得去啊。生活就得来点绿。喝点这个。像你们如果赶早飞机，是不是就肯定不吃早餐了？对啊，我是必吃，我每次都不吃。必须得吃啊！你们早上真得吃点。现在大家都特别注意身体，注意提高免疫力。让我来为大家百度一下身体免疫力如何提高。你看，10万的权威专家在这个上面，第一条教大家全面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适度劳逸结合，每天要进行1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培养多种兴趣，戒烟限酒。以后遇到问题，用百度 APP 搜索一下就知道啦。我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你的助手来了吗？不知道哎，我看哎。
哎呦，哎呦，走，这怎么 ？Hello， 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何老师。欢迎你呀！你好，你好，你好。俊豪，你好。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我给你们带了唢呐。真的带了唢呐呀！因为我觉得你们昨天你们在听是吗？对，弄了一个乐队嘛，我觉得少了一种元素。还少啊，那个乐队。这唢呐怎么办？有谁会吹吗？这你会吗？我不会啊。这怎么可能随便会吹啊？这很难吹的。不出气儿。没事，弟弟你演，我们后期给你配。哇！你吹出了萨克斯的味道。不，你得留点气。你对，他好像不能咬死。哎，这有点像。只有弟弟没有吹响了。一个吹葫芦丝的吹不成唢呐。是摁进去了吗？因为你这里要开一个小口，你这里。哦，好尖。有那味儿。吹咋了？俊豪，你带的唢呐怎么都是可拆卸的？还挺好的。快走远一点。乐器学会告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在画面里。有人吹出来泰坦尼克号啊！哒哒哒哒滴哒，来。朋友们，我们开个工作会议吧，我们就到客厅吧，好不好？好。在这样一个春雨的早晨，我们迎来了李俊豪。欢迎。谢谢大家。因为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分组接力直播，因为俊豪跟弟弟比较熟。那么楠楠跟妍琪要如何挑选自己的搭档呢？我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是楠楠和妍琪将在那个位置表演一段才艺。不是我们挑选搭档吗？他们演完了之后演我，然后弟弟加俊豪，我们4个投票。投票。票数更高的那一个。在我和你之间先选择搭档，然后如果我们4个造成了平局，他们2个要进行第2轮的家式才艺。好不好？那么第1个才艺谁先来呢？我先来嘛。哇，来，队长加油！我就弹一段钢琴 freestyle 吧。可以啊。哎，各位评委，你们的口味是什么样子呢？我是发起人。各位全民制作人，你好，我是谢 PD。
谢 PD 最喜欢的人就是随和的人，我喜欢听的演出也是随和的演出。谢 PD 有最爱的一首歌就是《菠萝菠萝蜜》。我不同意谢 PD 的观点。一个年轻人在表达自己的才艺的时候，应该有自己个性，不要用一些就是导师们呀或者 PD 们的作品来套近乎。我个人喜欢的年轻人是有思想、有态度、有冲劲。这位朋友是这样，他一直想当我 PD 的位置，但是总是差一步，所以他明明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偏要跟我唱反调。敲我脖子。请发起一个话题，请何炅给谢娜道歉。才艺还没演出，我们这里戏满的呀。千玺老师，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真实自然不做作的。哇，俊豪老师喜欢比较热烈一点的。各位老师好，我要表演的才艺是就这个环境和这个氛围想要。哦，即兴的哦，自然真实不做作哦。谢谢。来点评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谢 PD。我觉得这一位选手他非常知道点到为止，见好就收。PD 正在想这何时是个头的时候，刚好到那种还想听但没有了这种感觉。非常棒。这位选手有达到你的要求吗？十分的自然，十分的不做作。谢谢。下面到下一位选手，我是2号选手。哎呦 ，What's up? Let's roll, baby. 哎呦，控制好你的呼吸和心跳，选择你最爱收听的频道，倾诉你的烦恼，有朋友为你开导。有时候解决问题挺困难，但喝杯红酒挺轻巧。欢迎来到朋友，请听好。哇，很适合咱们。我相信他是刚刚即兴想的耶。对，谢谢老师。好，现在我们要请4位老师来挨个说出你们的意见，好不好？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俊豪第一个说，你更喜欢谁的演出？我看看啊，我选这边。楠楠啊，谢谢老师。好，弟弟你选谁？我其实是想要做这个动作的。两边都很好，但是我就这样，因为我怕，如果咱们平票了，那对他们来说更是煎熬。我就来个单数吧。感动！哇！我个人觉得，在刚才的演出当中，楠楠的那段弹奏，深深让我感觉得到，他和整个环境是结合在一起。先提的肯定很惨，但是你知道吗？后面
我没有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什么铺悬念啊，什么讲什么，然后最后但是谁谁谁又怎么样，就对。我觉得楠楠刚才的演出，从她的琴声当中，我听到了天气，我听到了友情，我也听到了她对音乐的理解。我投给张雁琪，我投给张雁琪。没有但是，只有转折，硬转。现在是平局了，娜娜。平局了。对。现在的重点就在 PD 手上。各位全民制作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由我 PD 来决定，所以我选择弃权。你为什么要当 PD？ 你为什么要当 PD？ 当 PD？ 我为什么要当 PD？ 你这样也不决定任何事情，你凭什么当 PD？ 你只享受王冠不成其重是吧 ？PD 不是决定事情的 ，PD 是带领大家往前行。那你就带着我们往前走啊！一定要投吗？你投啊，投了我们就可以让他们选了。他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吧，好吧？这不能猜。真是一位好 PD 啊！没事，来吧。石头剪刀布。延期赢了，延期先选。我这个毫无怎么选啊？这个是不是？是不是选择很烦人？好，我决定了。我的决定是。京东逛起来，开玩笑，没有，我没有这个红。OK， 我决定是跟娜姐一起，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楠楠和何老师今天已经穿了这个搭档服装了，我觉得如果我强行加入的话，我的牛仔服可能有点格格不入。第二点是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学校的文艺部当过干事，就是我有调试过声控的设备。你可以调那个设备吗？对，技术方面的事情我可以帮助娜姐来完成。哇 ！Oh my god！ 我们确定了哈，延琪跟娜娜搭档，我跟楠楠搭档，弟弟跟俊豪搭档 ，OK 哈，来，祝各位成功，好吧？祝各位成功。好烫！哎呦妈呀！来吧，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好好玩的搭档默契的游戏，每个人1分钟。头部的你画我猜，好，只能用脖子以上的部位，就不能用肢体的动作。计时1分钟，看哪一队多，好不好？好，我来比，你来猜。好的，好，1分钟，好来，这个1分钟我感觉一个词都猜不到啊！准备啊，预备，走。哇，3个字，哇，最后一个字是生肖，哮天犬。哮天犬。哇，男孩子都喜欢的，男孩子霸王龙。对，我觉得猜对了。 4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国，不能用手，不能用手。第2个字是，牛。对，这是什么？对，一个成语，一个成语，一个成语，老牛吃草。
字是牛，然后第一个字是对牛弹琴。对，好。嚯，你还可以再慢点，麻烦的。对不起啦。 3个字，国球。乒乓对球。，好。好啊，4个字啊，4个字。 5个字。不笑又不笑。对，到了，时间到了，4题全对。哇，下一组。 3、2、1。我是什么？3个字，眼，眉毛下面的，这是一个名词。 3个字我是什么？能不能跳过？可以跳，没有跳过。给狗狗飞什么东西？然后狗狗飞盘，然后不对，是前面有个飞对了，飞碟，几环，飞几环，飞5环，飞什么？我在扔什么东西？飞碟，飞环，是个飞圈，带针的，往前有带针的往前扔的，在前面扔到靶上，那叫什么？飞针，飞镖。好，对了。 我吃个酱，然后，太烫了，辣。对，辣怎么了？辣汤，无辣汤。3个字，辣什么了？辣哭了。对了，好，下一题。这个好难啊！我点，然后啾，冲天炮。对了，时间到。哦，算3题半啊。预备3、2、1。几个字？ 2个字，一个动物，然后有特别长的鼻子。大象。几个字？2个字，四川的一个表演。变脸。对。2个字，对，缺点颜色。口红。对。几个字？一个运动，很多人分2边，有绳子。拔河。对。3个字，一个工具，洗头。吹风机。对。4个字，一种状态。挤眉弄眼。眉飞色舞。时间到。猜好多。他们这个根本不是用表情的，你们这个不对，完全没有表演。拔河拿表情。你这个他都不用看你，今天就可以猜到。你看人家千玺，好玩啊！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缺点你。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为什么我有口音的？缺点你。是信吗？你好，谢谢。信来了，是有点多，是不是？来吧，坐吧。好。嚯，这么多的信。我们先读一些信，然后看看有直播过程当中可能可以提到的。有一个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当看到某种我不认同的行为或者言语的时候，我会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变成那样。可是最近我常常思考，难道我们真的终将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模样吗？其实说起来也没有那么沉重了。我最近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一个晃神儿，突然有一种我妈上身的感觉。
那个语气、那个措辞、那个腔调，简直和我妈一模一样。后来有一次，我旁听了我外婆和我外公的吵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语气、那个措辞、那个腔调是家传的。我在表姐家里玩，我一意就数落我表姐这不好那不好，我听着听着就开始笑场，还是那个语气、那个措辞、那个腔调，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遗传学在我们家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不想成为没有同理心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真的这么难吗？他们一家人就是对骂的话，肯定会重上嘛这个话。对，只需要一个人发言就行了。突然说出来好像是立体环绕式。对，混响。喂，你好。你有觉得长大以后有的时候很像爸爸妈妈的地方吗？我演那个低压槽的时候，导演就希望我看起来成熟一点，然后就几乎没有打底，然后做好造型之后，我一拍照，爸，跟我爸一模一样。小时候我们家人，我爸、我哥3个人走路啊，就这条腿啊是直的，这条腿是横的，所以我们3个人走路就是就是这条腿再往前走，这条腿就扫街，你知道吗？我现在这样走路可舒服了，就这样走。我觉得人体工学一切都恢复了。我现在这么走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感受，我是这么走。对，我要这么硬凹，我才能这么走。哎，我看你的走路姿势，就是正常啊，你就是放松的走啊。放松就是这样。哦，他有点下，就是这样往下坐，他就是你走的路，你会弹2下吗？是吗？你看，是不是弹2下？千玺，你走2步。你看千玺就是后脚跟儿，后脚跟儿放松的。对你这，大爷的这样。大爷的这样。我初中时我们班有个最后面特别高，然后比我们都大2、3岁的一个体育生，然后他走路他喜欢这样走，对，长沙话叫做嗨了。然后我初中就喜欢学他走路，然后我就有点喜欢甩膀子。不是，重点是你小腰这小胯骨这，对，小胯还得跨起来，还得跨起来。我把这个结合楠楠，再结合千玺的一起走。我走路会对，跳，他就有点这样。哦，对，你是那种走路的。对。我跟你讲啊，这个在暗恋的女生眼中就是言其走路有风，这就叫走路有风。有。不，这就叫走路有风。仔细看，每个人走路真的很完全不一样。这封信也很可爱，本以为这种狗血的故事和我没关系，可是偏偏就发生了。我暗恋的女生居然对我的兄弟一见钟情。我现在读大学，对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很关注，感觉她性格特别好，很活泼，长得也可爱。我本来是想用日久生情的方法慢慢弄懂她的喜好，没有想到我暗恋的那个女生居然看上了我的朋友。我觉得喜欢就说出来吧，大不了给自己一个了断，大不了给自己一个了断。爱的代价。爱的代价。我这有一个好可爱啊，叔叔阿姨好，我叫天天。最近我有一个小烦恼，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总是玩几天关系就不好了。我和他在周5的一节足球课上分到了一组，别人传球给我，他就抢我的球。这节课我只踢了1下球。还在用田字格写字，写得非常的认真，字也挺好的。重点是管我们叫叔叔阿姨。这封还挺搞笑的。他说什么 ？Hello， 我是你们最忠实的粉丝。我要说到我的女朋友，前段日子被电视剧《想见你》疯狂迷住，她有多夸张，你知道吗？不光让我看，还必须让我陪她哭。有时候她让我去拿纸巾。拿了纸巾一回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谁是谁，谁穿越到了哪儿，谁又是怎么穿越回来的，完全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他在哭什么？这现在是谁？他在哪儿？后来他生气了，觉得我不在乎他，他问我，
你喜欢陈韵竹还是黄宇轩啊？我当时心想，他一定是在考验我有没有好好看剧。这题我会，我咔咔一顿分析，说黄宇轩必须是黄宇轩，他活泼开朗，会打球，工作事业不发愁。当时我得意洋洋等着他称赞的时候，他冰冷地回了一句：“难道你不应该说喜欢我吗？”神经病！当年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生就是打篮球的吧？你是不是还想着和她在一起呢？哼，终究是这样啊！我现在已经疯狂安利我的女朋友看《朋友请听好》了，在这里也祝贵节目能够越办越好，办它个10几20季，让我女朋友没空看其他剧，把她锁死。被迫营业的李子维，好好笑。我这里有一封信，娜娜，你看你喜不喜欢？特别好，你来念。亲爱的朋友，请听好，广播员你们好，请你们告诉我，作为女儿我该怎么办？我爸妈50、60岁了，我妈就特别爱跳广场舞。一开始老两口吃完晚饭就要一起散步到广场上跳舞，运动运动，还挺开心。后来广场上多了一个跳交谊舞的群体，交谊舞圈的一些老叔叔有时候会邀请我妈跳上一曲，我爸看得眼红的不行，气呼呼的自己回家了。我爸从此再也不跟我妈一起去广场了。后来我发现我爸不是不去，而是偷偷去。我妈出门半个小时左右，他才跟着出去，在广场暗中观察，被我妈的老姐妹发现了，知道了我爸跟踪他，回来之后更生气了，说那么大岁数了还玩跟踪，气得不行。关键是他俩一吵架，我妈就不跟我爸一起睡一屋，就会跑来我房间，我每天10点就要关灯、关手机睡觉，给我憋死了。我现在就想让他俩和好，不要再冷战了。我想熬夜，我想玩手机，我想追剧，请求广播小站支援。天哪，好惨！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一个家庭学交谊舞的一个活动，因为如果单教的爸爸面子上过不去，然后让妈妈在家里面，教我们一起来学交谊舞，然后他也加入，这个气氛就会好一点。这是阳光健康的解决方法。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那些罐子都拧得巨紧，让妈妈自己拧不开。妈妈拧不开就只好求助爸爸。冷战结束，妈妈带到广场上，让交际舞团的老头帮她拧。大哥，帮我拧下罐子。你真的气得我都离家出走了。好了哈，我这封，亲爱的广播小站，我和你们分享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我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病人清零了。哦。正好今天下午开始原地休整，我有时间给你们写这封信。你们可以叫我小猴子，我是94年的河南人。记忆倒带一下，当天我正在上夜班，2月19号的凌晨12点接到了通知，指定重症监护室和肺病科出代表要去支援湖北。我纠结了一夜，说实话还是有些害怕的。第2天一大早，护士长询问我的意见，我一听护士长带队，立马就说我去。义无反顾，确定以后，我第一时间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妈妈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的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她并没有阻止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的家族群炸了，纷纷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回来。报完名收拾东西就不害怕了，觉得要上战场了，心里反而踏实。当时上车之前，护士长没多说，就说了一句话。说小猴子最小，就跟着我，其他人自行组队。我就觉得，我是最小的，大家都很照顾我。直到在郑州上飞机的时候才开始哭，不是害怕，是看到大家都义无反顾。第一次感觉国家需要我，牵扯到别人的性命，就觉得一定要把别人和自己照顾好，一种非常浓郁的使命感。哎呀，不多说了，我真的来这第1天就体验了把童真，就是穿纸尿裤。哈哈哈，这个我就不详细描述了。我在普热发烧12区，病房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他们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就是睡，我心里特别着急，只能哄着他们吃一点是一点。还有一位男士开始特别消极，说你别给我治了，我不想活了，心电监护你也给我拽了。我那天特别生气，我就跟这个人说，你知不知道我们都从大老远来支援你们，给你们看病，你知不知道我妈妈一天在家里哭几次，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你自己就放弃了，病魔还没有把你打倒，你自己就倒下了。说完之后他就沉默了，不说话。我说大哥，你能不能相信我，你自己不能放弃，
就在一边劝他。那位男士慢慢的平静下来，躺在那儿让我给他输液，后来喂药什么的都特别配合。那天我去送饭，他说：“哎，好多天没看见你了。”我说：“你记得我吗？”他说：“我当然记得你。”我一下就莫名的感动，因为我们穿成那个样子，自己人都认不清的情况下，那位大哥还记住了我，可能就是那天在病房的那番话，让他记住了我。其实这段时间我挺感动的，这些病人都是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我去送个餐，他就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就捂着你的手，很感激。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能来不容易，我们能照顾他们，就差给你跪下的那种感觉。家里人打电话，我都是说这里挺好的，吃喝都不用愁，病区的饭真的很好吃，有虾有鱼有肉。我们私底下还说，如果回去解封了，要直接拖着行李去吃火锅。进病房那天晚上11点，还在考核穿脱隔离服，当时大家加油鼓气，就像赛场上踢足球那样环肩而抱，一起喊加油，我们可以的。今天收到中心医院清零的消息，消息一发，楼道里就沸腾了。第一时间先开心了一下，刚开始那几天真的特别想回家，现在就感觉同事那句话说得特别对，总感觉有事情还没有做完，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走了。我真的写了很多，但是这些话是因为我绝对不会给家里人讲的，怕他们会哭，就给你们说说。我写的比较乱，但我真的太开心了。我要在完成任务回家之后，把朋友请听好全部补起来。爱大家，希望所有人都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快乐的小猴子。好了不起，看，然后这是他们当时的请战术，加油！在特殊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超人，都是英雄。就是人家还是小姑娘，在家都是很宠的，而且或者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臭弟弟臭妹妹。对。但是遇到这种事情，就是穿上衣服扮演大人，扮演英雄，真的很好。好勇敢啊！我就是在疫情期间有幸吧，到了他们也是他们那个群里面，然后他们都好积极的，好乐观的。那时候我还说，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吃的东西啊？我说我到时候给你们寄过来。使劲想，说我们想要压缩饼干。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现在我们穿上那个衣服就是吃那种八宝粥，会容易上厕所，有水嘛。他说吃压缩饼干就不会上厕所。后来就想办法给他们找了一些压缩饼干，他们寄过去。很多时候就是聚焦在医生，还有包括很多帮我们研究疫苗、帮我们拿大决策的人，但是每天和病人接触最多的是可爱的护士，所以我们也不会忘了他们。我们每个人跟他说一句谢谢，好不好？好。哦，哎呀，快乐的小猴子你好，我是快乐的何炅，我是快乐的谢娜，我是快乐的千玺。我是快乐的 Rice 周震南，我是快乐的 Rice 张延琪，我是快乐的李俊豪，我们都是快乐的一家人。我们爱你，小猴子，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走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直播顺序，好不好？走吃饭。欢迎收听今天的《朋友请听好》广播小站。现在养孩子太费钞票了呀，吃的用的都得是大牌。乖乖，你吃的比我都好。再不保养，我就没脸见人了。太难了。不难，一点都不难。京东母婴，正品高性价比更放心。京东宠物，爱宠粮食玩具优惠多。京东美妆，大牌
牌护肤品全面呵护。逛京东，生活所需一站购齐，正品爆款随心抢，超多优惠买到爽。京东。现在是百度 APP 搜索专线时间。喂，何老师，白头发越拔越多吗？不会，但你可能会秃。喝骨头汤会补钙吗？不能，反而可能长肉。饭后喝酸奶助消化吗？瘦脸吗？就可以助眠吗？不对，都不对。何老师怎么这么厉害？是百度 APP 搜索厉害，这上面有10万个专家随时为我解答。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本节目由搜索就用8亿人都在用的百度 APP 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更多企业海量职位在招聘。本节目由找工作就是快的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常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听着就美好，财富生活全知晓的招商银行 APP 赞助播出。Real 微醺，一个人的小酒。本节目由 Real 微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豆干零食专家好80赞助播出。豆干就吃好80。本节目由麦富迪犬猫粮赞助播出。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好羊奶选蓝河。本节目由新西兰原罐出品的蓝河羊奶粉赞助播出。每周2中午12点，朋友请吃好；每周6中午12点，喵喵请听好；每周日中午12点，朋友请直播。更多完整内容尽在会员版。下载8亿用户都在用的网易云音乐，畅听节目独家音频。吃饭时间到了，朋友们。哎，你俩认识多久了16年吧，第一次拍戏开始认识。哦，就是拍那个湖南拍那个戏上。对，棒球那个。那他俩是朋友，他俩性格也不一样啊。不一样。但千玺16年拍那个少女时代的时候，还挺活泼的。他在我们节目也很活泼呀。对，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放松了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展现出来的那种。特别放松。娜娜，你们想第几个播？我们第一个。第二个谁来呢？咱们，咱们是吧？我跟你吗？为什么呢？最后一个要压全场嘛，同时间我们俩肯定不行。哥，那我们第3个，我们第3个，我们就接一个电话，其他用我们的才艺串起来，好吧？好难啊！我怎么觉得才艺在电台里表演反而……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就……我突然有点害怕。咱们就我葫芦丝，你唢呐。Really？ 我觉得湖南民乐团。都要表演才艺嘛。我就学设备就好了。设备不用你学，你主播，我帮你操控台子。你们队还缺打鼓的吗？楠楠有点紧张了，感觉。不是，主播要说什么呢？我发现大家不太习惯在电台里面接电话。第一是打招呼，你好，然后怎么称呼你，然后他介绍完就是说，那今天想分享什么？这3句话一定是我们先说出去的，后面再应变，这样的话就肯定不会垮，就是至少前面的对话是不会尴尬的。最后就停在那2个人上，还是所有人再回来做个难忘今宵的结局？我觉得你这个主意非常好，会再回来。
好不好？我们吃完饭以后是，我们下午很多事情要做，肯定还是要有一些双方稍微准备和磨合的时间，然后还要演练。哇，好难啊！言琪，咱们弄一个 rap 啊，很自由的那种，然后就每一个人的感觉，我也有几句，你就写上去，我到时候。行啊，好的。故事变成生活，生活变成生活，充满了故事、物质和精神，好像。创作了没有啊？姐过来，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么棒！我想的就是我们俩一人一小段。我觉得你前面啊，你要稍微改一下。你中间再加一段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6个人吗？对。你想一想。好的，我再改一改。好。你准备跟他聊什么？你把问题先想一想。哎呀，这个问题，哇，好难啊，好难啊！关键是咱没有好的环节，你要有好的环节，你就正常做就行。但是，你看啊，先自我介绍，然后这里新玩法，其实没有很长时间，就加起来就差不多只有3分钟。如果能讲故事，时间就能拖长。是什么问题啊？想问题呀！这个问题太讨厌了。咱们去那儿找点没空了，咱们找点问题。这什么啊？真心话。哦，你觉得可以问的，咱就留着，但你不要告诉我。好。多拿点，咱拿点最合适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自己想的东西要好。还没好呢。要有活力，我一定要有活力。那个啥来着？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最后结束语，我写着。你可以抄下来。我们如果跟他 call out， 我们要问他什么？问他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OK 啊。最后就说我们送一个小小的音乐礼物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试一下歌。好，一起唱。你的眼睛继续走向黎明。亲爱的言情同学，靠你了啊！靠我们共同的努力。不是，这块板就靠你了啊！这块板靠我接都不会接进这个地方的。绝对，我真的不懂。言琪，你要多看一看啊！很简单，你就推我的麦跟娜娜的麦，娜娜是不会动的。你到时候过来，你会用我的麦。就这个麦是永远开着的，因为总有一个人要坐在调音台。对，那没什么问题，完全 OK。好，技术上没问题了，我们好好准备一下。像一部剧，第一次靠近也不会产生距离。
广播的桥梁把耳朵点亮季节。来，进来了，来坐回来，开始了。啊，还有5分钟，我怎么又想上厕所了？第3次了。还有几分钟了？1分钟。弟弟呢？快叫声弟弟！来的。喂，加油！加油！5、4、3、2。有多久没人认真听你说话？别怕打扰，我们在听。有你，有我。朋友，请听好。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是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大家也可以上芒果 TV 搜索“朋友请直播”看直播完整版哦。3位真火，温暖你我。我们朋友请听好，其实每一次的直播都会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像今天呢，接受到任务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紧张，因为今天是非常刺激的搭档轮播。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默契和需要大家能够把场子撑下去的一个技能的。对呀。也就是说，在每半个小时里面都只有一个搭档和你相依为命。哎呀，其实我觉得要是没有默契，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里。你这话说完之后，你的搭档脸惨白，心在流血，摇头。我们今天的目标点亮耳朵数，我们要告诉大家是多少呢？300万。我们在今天每半个小时里面会轮换搭档，那么今天的第1组搭档会是谁呢？我们听听看下面的声音。有一电脑可以听，然后给他们放弹幕。我有些悄悄话，想穿过夜色，哦你啊，我也有孤单的小尾巴，像鱼游过大厦，眺望着灯火。Hello， 大家好，我们就是今天的第1组搭档。大家听出来我是谁了吗？没错，我就是娜姐娜娜。Hello， 大家好，我是 Rise 张延琪。延琪呢，他今天坐的位置呢，就是何老师的操控台的位置。我现在真的很忐忑，延琪你呢？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操控台对于我来说，我是很不会去弄的，因为我真的很怕在这个过程中哪个钮我弄错了，我真的不想去负这责任，所以就让你坐在那儿了。你只要一拉错一个键，我就跑出去了。我能搞定，我能搞定。刚才这首歌呢是朋友请听好娜娜版的这个首播。前几天呢，我在节目里面唱了《爱的代价》。很多人说开口贵，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我听说你那个 rap 唱的还不错啊，会一些。我们这样，我们来一个即兴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配合好吗？好，配合。那你知道我也是最早的说唱歌手。来个即兴的 rap 怎么样？rap 一下。那我直接来了。好。哎呦，何老师炯炯有神的眼里是智慧和阅历，声音安慰着心灵，胜过了所有乐器。谢谢娜姐带来的欢乐，陪我们度过低谷。要记住，从孩提第一声啼哭，她总是充满善意的爱着，传递着快乐。
易烊千玺年代的榜样，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积极的影响，将梦想藏进千纸鹤的罐中，让它发光。像一部剧，因此靠近也不会产生距离。广播的桥梁把耳朵点亮聚集，当故事变成生活，生活充满了故事，满足了耳朵，也填饱你的肚子。学会了分享，也照样有力量，因为那是光照亮的地方。控制好心情，哦不对，控制好心跳，真的好频道，告诉我烦恼，让我们帮你开导。有时候解决问题很困难，只要有决心就清脚。欢迎收听朋友请听好。其实挺了不起的，我说实话。再次掌声给你，真的很有才华的。来，我们接听我们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哥哥。喂，你好。哇，喂，你好，这是这不是哥哥，这是小姐姐，怎么称呼您？啊，你可以叫我小波。竟然打进来了，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竟然是小波来了。小波，你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呢？我其实从这个节目第1期开始，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我当时打是想吐槽一下我男朋友，他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我嘛。我没想到我今天居然打进来了，可是我跟他已经分手了。然后我在想，我可能得临时换一个事情说。这不知道我该怎么说，是觉得有一些，哎呀，我想通过这个节目跟他。有一个互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能够听到。好，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听这个节目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导演，这个节目的一个导演。What？ 哈？哪个导演咯？出来一下噻！站出来。哇，这个有点尺度有点大，鸡皮疙瘩起来了。好，你说。他现在工作特别的忙，我们两个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去沟通。每次找他沟通，他就说我在忙，你回头再说。然后就想，那我就不如来这里找你了。等一下，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那他一定在听。你说。我就想告诉他，这件事情我没有错，就是你的错。如果你想要跟我和好的话，就可以在今天录制结束之后，在马栏山他给我表白的那个烤肉店等我。导演听到了吗？导演听到了吗？人家女生都打电话过来了。小波，我跟你说呀，他这几天没来找你，我觉得是有情可原的。那今天我们录完呢，会休息，我觉得他应该过来找你了。还有，我觉得就是在爱情里面呀，其实是没有对错的。愿意先道歉那个人，愿意先表白那个人，才是最强大的那个人。我觉得你今天就很强大，我要向你学习。谢谢娜姐。妍希，你觉得呢？刚才我看到弹幕，就是官方，就是何老师，何老师发的说，在哪个烤肉店，他准备去助阵。快，就是除了我们喊话，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吵架了。好甜蜜啊，听起来。那我们替你向这位男导演喊话，今天晚上必须出现在烤肉店。待会儿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把那个烤肉店的名字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要去助战，好不好？好的，谢谢娜姐。让娜姐再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吧。好。哇，琪琪这节奏把握的 Q 节奏了，好棒啊！太幸福了，同事们太争气了。让我们学会慢下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是，期待今天晚上你们的甜蜜的约会，好吗？好的，拜拜。直播完就去吃宵夜嘛，对，马栏山烤肉店。我们约好一起去，好不好？起码去踩一脚，是不是？去加个油，对，去加个油打个气。
你们只有8分钟要去了。嗯。哎呀，加油！好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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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弟弟！嗯。吃瓜，吃瓜。我现在也非常的紧张激动。有看过我们节目吗？也许有可能我们说到黄南京代表队的时候，电话已经好了，我们就可能先打电话，再读写。在哪看时间？上面有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叮！现在是京东福利时间，恭喜打进电话的朋友将获得由京东美妆提供的520挚爱礼盒一份，美礼告白，爱不等待。520上京东美妆选购大牌礼盒，寄赠京东联合设计师定制的好礼，为你的告白惊喜加成。其实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哎呀，我们就要交出我们的直播台了，真是舍不得呢。要不就不交，我把那个门锁着，外面一直敲门，开门。就我俩包场。好啦，我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配合，其实最开始我是很紧张的，但是进来就是在分享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娜姐就开玩笑，就觉得非常放松下来，渐渐适应了，反而是有点舍不得这个时间，是不是？那就去锁门，舍不得就要付诸于行动。最后一点时间了，娜姐还有多久？还有总结一下，还1分钟吗？半分钟。好了，我的总结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今天的这个挑战呢，我也觉得特别的刺激，也很开心。棒，好棒！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窗子外面下一队呢，已经在摩拳擦掌了啊！好，来，我们时间到，我们要交出我们的交出来了，准备交了。你们继续期待是谁来呢？我们听听他的歌曲。亲爱的，你现在走在哪儿？我有些还好吗？非常太棒了，特别棒，特别精彩，特别精彩。但是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对。孤单的小尾巴，像鱼游过大厦，眺望着灯火在楼宇开。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双人搭档轮播。那么我现在左边坐着一个朋友，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俊豪。我们湖南地方代表队，我们2个人啊，我们的分队的名字，湖南地方代表队。我现在特别想问俊豪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什么样的感受？真的太紧张了，我现在整个人都在抖。对，是，对。然后我现在也是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次2个人坐在广播间里面，而且非常空旷。只想到一句话，就是《小王子》里面说：“你3点来的时候，我2点半就开始感到幸福。”是小狐狸对小王子说的话。然后我昨天晚上听到这个主题嘛，知道今天要独自担当这30分钟，我是昨天晚上听到，我今天一整天都超级紧张。千玺一直在用法文，弟弟在主聊。我看你准备的真的很周全。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的准备，因为今天虽然就30分钟，但是哇，感觉工作量好多。没事，今天有我陪你一起。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电话，好像已经在线上了，让我们听一下。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我是千玺。千玺，你好。好，我想请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啊？那我叫美丽蓉。
那俊豪跟大家打招呼。哦 ，Hello， 美丽蓉你好，我是李俊豪。哦，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现在有什么烦恼呢？想跟我们分享？哦，我就是想说我的一个朋友啊，我就想吐槽一下他。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没有时间观念的一个人。反正我就是每次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迟到，而且不是迟到1、2分钟的那种，是迟到1个多小时的那种。哦。就让我非常的生气。很严重。嗯。我也有那种朋友，就是女生的朋友嘛。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啊什么的话，我都会发信息问他，我说你到哪儿了？他就说我到眉毛了。眉毛。就是还在家化妆呢。对，化妆也是。迟到其实它算不算一件小事儿？像您分享的这位朋友，都是日常中的生活小琐事儿，但其实迟到是一个会一直伴随的一个坏毛病，而且等他以后上到职场里面啊，有些领导会觉得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有时候会影响所有人，比如说开个会或者怎么样，吃个饭，大家所有人都在等他一个人，这也很不好。就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再跟您分享一句话，我以前听过的，说时间其实是最公正的，任何人都是24小时，但是时间它也是最不公正的，对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这个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绕啊，您也可以分享给他。好，我们最后就送一句朋友的话给您吧。好，好的，好的。我们这一页里面说的是，不怕停，就怕不动。这话可能得分享给您那个朋友，对，得让他有换位思考的这个意识，考虑别人，不能光考虑自己的想法。我会跟他说的。好的，谢谢您，谢谢。他俩播的也很好，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好像学校里面的对，校园广播站。那我们第2个电话已经在线上了，好，让我们来收听一下。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我是千玺。你好。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您可以叫我朵拉。朵拉。哦，我最近和我闺蜜闹了点矛盾。就是我们认识5年了，我就发现从他步入社会之后，人就变得特别消极，老是跟我说很多负能量的东西，还把他们公司一个女生当成他的假想敌。就前一段时间他们公司有一个比稿，他就挺上心的，熬了好几个大夜，但是最后输了。最主要是他还是输给了他假想敌的那个女生，他就一直跟我说啊，那个女生一定是跟领导关系好啊，走后门啊。我就是觉得，第一个是没有证据说人家跟领导关系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万一是人家这次真的养精蓄锐发挥的特别好呢。然后他听完我说他就生气了，他就59秒的语音啪啪啪就给我塞过来，语音轰炸是吗？我觉得我为他好，他觉得我胳膊肘往外拐，然后我们2个都很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有时候也挺常见的哈。对。关于朋友身份以外，我觉得还有2个字儿叫见友，就是言字旁，然后觐见的见是吗？对，觐见的见，见友。就是咱们2个为什么当朋友，是因为我对你和你对我足够真诚，真诚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吧，我觉得。对，朋友之间，我到底是该点醒他，还是应该？先是，如果是你呢？其实就是2步，先安抚他，对，把他安抚舒服之后，让他觉得没那么糟心了，你再继续往下引导他、开导他。而且有时候他跟你来沟通，其实只是需要一个类似情绪的出口，对，他需要发泄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要把他那个出口给堵上。然后我们说你哪不好，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稍微的顺着他，安抚他。比如说像他说把别人当做假想敌，这个可能是不太对的。但是呢，我听你说他也会熬夜努力啊，这些他其实还是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在前进的，独立而且很敢拼的一个姑娘。好，我们最后还要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的。好，或许在你迷茫的时候不知所措，此时想想背后还有一群爱你的人。
其实你们两个互相之间是互相爱着对方的。对，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拜拜。先生，我这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好嘞。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我自己经常会把孤独跟独处放在一起。我其实是一个享受独处的人。对，我觉得你特别需要个人的空间。我喜欢个人空间，而且我喜欢很融洽的跟自己相处。其实有时候就是累了的时候，或者觉得有些事儿做的自己不满意的时候，我不想要身边人跟我交流，我希望自己来消化。我也就是能够很好的跟自己和解。下去准备了，加油加油加油！那么我们现在还有那么一点时间，让我们听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点点小礼物。风在哪儿，鱼就在哪儿；云在哪儿，雨就在哪儿；葫芦丝在哪儿，唢呐就在哪儿。湖南地方代表队伴您永相随。拜拜，谢谢大家。太棒了！这个太棒了，弟弟！最后那个太棒了，真的。谢谢。正常吧，我觉得正常。好，正常就好，没有出错。哎呀，很棒！天喜今天说好多话，你们最后那个是什么时候写的呀？就是刚才写的嘛，太搞笑了。本来以为你们俩要生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朋友请听好》。现在脑海当中还有刚才湖南代表队留下的那一段土味情诗。大家好，我是小何，我是 Rise 周震南。我跟楠楠深切地感受了听直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很好听。何老师非常有压力，因为我们都太成功了。而且呢，今天还不小心吃了一个大瓜，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跟导演的这段故事啊，因为看到很多朋友说蹲一个后续嘛，我就问了他有什么想要表态的嘛，他是眼睛通红的回过头来说了4个字：我要工作。又过了一会儿呢，他缓过神儿来说托我们节目组给小波带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我会去找你。哇，等忙过这阵就好了。好甜啊！所以呢，各位跟我们一样蹲一个美好结尾的朋友们，应该会放心了。也希望今天晚上马栏山的这个烤肉店呢，会有一个浪漫的故事发生。楠楠，你知道621是什么日子吗？621吗？621是我的生日。哦，对哦，那428呢？428是哥的生日啊。那你知道520是什么日子吗？520是一个充满爱的节日吧？对，520就是逛京东购好物的日子。京东520，品类齐全，优惠多，等你爱着逛起来，逛起来。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好，喂，你好。哎，久等啦，怎么称呼您？我
叫小虾。小虾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我跟我前男友吧。这题对楠楠超纲吗？有点超纲。有点超纲。再见，拜拜。我俩分开差不多1年多了吧，但是前2天，我刷视频的时候，我居然刷到了一个街头采访的那种视频。视频里采访的人让他评价一下他的前女友，也就是我。然后他居然在视频里说，我膀大腰圆，5大3粗，魁梧有力，壮实如牛。不是。小夏别生气，小夏别生气。那个楠楠，你笑得太大声了，真的。小夏是这样，你不要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是不是你并不知道，他没有说名字嘛。我觉得你的前男友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你，这件事情他都很轻率。我觉得你应该高兴的是，你跟这样的一个男孩分了，对吧？你既然说他做的不对的事情，你不要惩罚到你身上嘛。楠楠，你觉得呢？哎，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男生有些时候可能特别忘不掉的人，他就会用反义词去形容。小朋友那种吗？闹他，让他吸引注意力，这也太幼稚了吧！但是其实他表达的是这个人在他心里的就一个记忆还是很深的。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烦恼。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好，由楠楠来。这一句是跟自己约好，明天就快乐起来，可以吗？能不能做到？快乐，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好，谢谢何老师。谢谢。现在呢，我们要打了一个电话，通过我们想办法联系。这是今天下午来自快乐的小猴子写来的一封信，很荣幸，终于可以在今天连线到这位可爱的护士小姐姐。快乐的小猴子应该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跟她聊聊天。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是快乐的小猴子吗？对呀，我是快乐的小猴子。我是快乐的小何炅。啊，何炅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是你吗？是我。哦。我们今天听到你的故事都特别感动。小猴子，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我现在还在湖北，目前我们是刚刚原地休整。都多亏你们辛苦了，有你们才有我们这个越来越好转的情况。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大家的付出。想问一下，有什么力量是支撑着你这么的勇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挺忐忑的，因为毕竟我在家里面本来也是老小，然后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我也是最小的。不过当时第一想的就是，哇，国家需要我的次数真的不多。我在想，如果说我能从这场战役中全身而退的话，我的这一辈子真的是了无遗憾。我觉得我会觉得我自己老厉害了。那有什么人是你特别难忘的吗，小盒子？来到这儿之后，有一个老太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接受她入院的时候，她情况就不太好。回到病房之后就一直睡觉，然后我们去喊她吃饭喝水，她都不太醒的，就醒来也就是摇摇头，我不吃，连话都不说。后来我心里就可着急了，本来这个疾病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需要靠抵抗力。对，人不吃不喝，而且年龄又大，肯定不行的，免疫力不行的。我干着急，对，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护士长马上反应，最后买过来米糊，用热水冲开之后，再去用注射器喂他。下班回来，我内心一直还在担心他。后来再过了几天去上班的时候，交班说老太太可以吃饭了，然后我就跑到她病房里面去了，我就看见护士在喂她吃饭，在门口我就哭了。因为你知道有希望了。对，她既然能吃饭，就有能力去抵抗，她也是在对病魔做斗争，真的是。接下来一天我逢人我就说，我说我们那个老太太可以吃饭了，我真的是逢人就讲，就跟家里人有了好消息一样。对，比我吃奶油蛋糕我都开心。那小猴子，你们后续的安排是什么？目前是原地休整，休整当天下午我们就又签了请战书，不知道会不会批下来。如果批下来，我们会继续战斗；如果说批不下来，我们就回当地，然后进行科学观察，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辛苦了。今天其实我们很
不容易打通你的电话，所以呢，我们本来是想要送你一句朋友的话，但是后来我跟楠楠一想呢，我们就想在现场这个给你唱几句歌送给你，好不好，小猴子，好吗？我们稍微有点紧张，所以如果唱的不是特别稳，你别介意，好不好？不会的。楠楠加油。好的。我会保护你，当你用尽了力气，握着你的手，把星光重新吐气。我会陪伴你。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道。我们在场就是说，我们能感觉到老爷爷他求生的欲望。不用怕，不用怕，阿姨。他说他的小孩特别小，才4岁吧。他从他的家跟老百姓唱起国歌。很感动。除夕夜，来自各地的医疗队迅速集结，奔赴。武汉加油，中国必胜！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了对抗病魔的钢铁长城。医护人员吧，他们给了我第2次生命。经中央批准，4月8号0点起，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这标志着中国以武汉为主战场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武汉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加快恢复。喜欢吗？快乐的小猴子。喜欢，我太幸福了。我们也太幸福了，可以跟你说话。谢谢你，小猴子，多多保重啊。好的，谢谢。谢谢小猴子，谢谢，再见。好的，在我们值班的最后2分钟里，我们赢回了我们所有的主播，我们团圆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用这种方式来陪伴各位这么长的时间。千玺今天好厉害，一直在主讲哎。千玺是不是有人说你把1年的话都讲了？我也有这么个感受。我今天一直从早上起来过来，我就有点紧张。娜娜，你有没有发现弟弟今天一直拿了个本在那记？他说完整个半个小时，主讲完了以后上去瘫在那个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就这样直多了，虚脱了，进行了我的充电模式。但娜娜，我就觉得你无比享受，特别享受，而且你们俩都觉得好像一转眼就到时间了。是的，就好像没干什么，然后差点决定锁门，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谢谢太医，谢谢太医，谢谢。我真的就感觉好快呀！进去之前还想怎么填满半个小时，结果讲的时候发现时间走得好快，啊，吃的好多。来，赶紧吃起来。弟弟，你今天自己坐在那台子上难吗？你觉得这不难，对不对？你好放松哎，今天坐在那儿感觉不难，是不是？我感觉歌只是个传说，歌只是个传说。还在外面写诗，在趁着我们播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不说话。直播的时候，滔滔不绝，滔滔不绝啊，又是写诗啊，哎呦嘿，好嘛！朋友，请听好，热搜第7。哇！易烊千玺搭档李俊豪。嚯！张颜齐声音热搜第11。嚯！什么声音？旁边一个我呢？我叫声音吗？我们干一杯吧，声音老师。申老师敬你一杯。我错了。抬着我往上
抬着我往上。你要从鼻子里面喷出来吗？真的，你是个喷泉吗？不是，这只是嘴，这只是嘴。哎，我这半个小时讲的嗓子都哑了，只能是个声音。丹琪发个微博，我今天的配音全是娜姐配的，我其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我今天中途就去上厕所了，回来娜姐一个人完成了直播。待会儿你就发。你说这里面都是娜姐，一会儿扮男人，一会儿左边，嘿嘿嘿嘿，西湖美景三月天，月圆千里来相低头就好了。我喜欢东哥我有 real， 来，娜姐干了这一杯，忘掉什么声音，忘掉什么张颜齐，让一切过眼烟云。弟弟，这个节目算你选的，还是团队先选了之后，然后让你看你再选？是我选的。我一开始比较担心说，我也没那么多人生阅历，我过来我怕答不了那么多解惑呀什么的。但是这次导演不太一样，就说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你可以做倾听，然后去给我放松什么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可以不用一定要去塑造一个什么人物，你就是以你现在的经历，你现在的你来看到和听到这些问题的直接的感受，说得出就说，说不出我就听，学习，听得觉得惊讶我就觉得很惊讶。很会选节目呀，千玺。千玺真的挺会选。我有一朵花，我想。他把我驯服了。来了，弟弟。结果来了。好紧张啊！现在这么兴高采烈，会不会一会儿？这儿吃不下。我觉得稳的。怎么了？你看了吗？哎呀，你看了吗？我看了。这是那是。本期你们制定的目标是点亮300万双小耳朵，实际点亮了362万双耳朵。有刷新记录吗？当然，我们最高313，哇，这是360，哇，太棒了！哇，来恭喜大家！太牛了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到2800了？总数。哈哈哈哈！猜不到了吧？倒装。这里面有个很松脆的那种啊，像是那个甜筒松脆，像那个可爱多冰淇淋的那个声音。吃可爱多长大的。来了！哎呀，我们亲戚们来找你们了。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千玺会觉得我们太吵吗？一大早上。弟弟，你作为主人说几句。玩得开心，玩得开心。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快乐大本营之外的节目合体，几乎没有。对，说出真心话，
曾经3个人追我，大打出手。娜姐是哪种追？是不是加上你一起打？我曾经有11根脚趾头。我曾经网恋半年之久。你的网名叫什么？上 Q 只为一人。家里面一直在张罗让我们举行婚礼，择日不如撞日。梦辰，现在就接他过来，我们给你举行了。你这外面下着暴雨，你们逼他现在接梦辰来结婚。我们东北27、8岁就结婚了。你看欣姐干啥？啊，咖啡猫你要干嘛？我们要讨论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流程。娜娜和弟弟可以表演的拉丁。这么近啊，千纸鹤。这个时候你是推我，就是胸上啊，是。这样好吗？千纸鹤魂穿我吧。拉丁好难啊，好像小区的那种文艺中心。接下来请欣赏《快乐真活》广播联欢会。下一个节目，请听舞蹈。上微博搜索“朋友请听好”话题词，和嘉宾一起为听众答疑解惑。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平台界面新闻、凤凰新闻、1点资讯、萨卡尔。特别合作平台陌陌 WiFi 万能钥匙闪萌。有道云笔记电台合作975摩登音乐台106.7石家庄音乐广播。感谢网媒支持：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华网、中国青年网、中新网、北新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大香网、大众网。一路走回家。说车站风好大，说喜欢那个他，说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说深夜路灯下你影子像小马，说远方好远啊，然而今天也很勇敢。